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妹妹在这里等了你好久。这5年，你确实没少惦记我。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说我抢你衣服首饰，一言不合便掌瓦你的人，不是你。姐姐，那些都是小时候的事了，我从没想过败坏你的名声。妹妹如此卖力替我吆喝，我怎么能不坐实这名声？这一掌扇下去，我心里的气总算顺了一些。瞧，她就是温家大小姐温墨婉，看着就不好相唬。她在漠北待了5年，只怕比以前更桀骜不寒了。听说她从小就在温府作威作福，欺负弟妹，还经常打骂下人，野了5年才回来，往后温府怕是不得安宁了。欺负幼弟幼妹，打骂下人，我明明只打过阮望舒一个。温墨婉，你敢打我？他以为在背后毁了我的名声，我回京后便只能装得贤良淑德，忍气吞声。这一掌是打你没规矩，长姐的名讳也是你叫的。温墨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哪有一回京就打妹妹的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镇北温府的脸面你也不要了吗？娇妹妹确实不急在这一时，当街训斥的确有失体面，应该等进了府再关起门慢慢教导。你倒是听劝。神母，我还带了叔父的家书和礼物回来，叔父许久未见您和堂弟，心中十分惦记。好，先进府再说。我久不在皇城，诸位妹妹看着都很眼生，既然来了，不如一同进府喝杯茶，慢慢聊。姐姐刚回京，我们怎好打扰你们一家团聚？家中还有事，我们改日再来拜访，先告辞了。他们回去以后，我这名声恐怕又要臭上街了。祖母，姐姐一回来就在府门前当众掌掴我，我的脸都丢尽了，我不活了。孙女离京5年，心中一直惦念家里，孙女又怕妹妹年幼不知礼数，给家中长辈添麻烦，愧对死去的父亲温惧和母亲楚思。一见到他，孙女便急着教导，失了分寸，请祖母责罚。你打她是因为妹妹尚且年幼，孙女身为长姐，自然不能看着她失了规矩。刚才我都看见了，明明是大姐姐欺负二姐姐，无缘无故扇了她2巴掌。松儿，住口！这位就是松儿堂弟吧？叔父在漠北时常念叨你，说你一日日长大，功夫不可荒废。叔父特意托我带回了猎山棍经，让我亲自督促你练习。你叔父真是这么说的？叔父说，堂兄温杰当年便是练这套棍经打下的根基。可松儿年纪还小，用不着这么早吃这种苦。叔父说，5岁开始已经晚了。叔父还说，让我回来以后好好督促松儿，等他年底进京述职，要亲自考教堂弟的功夫。年底？这都几月了？母亲，你今日怎么了？不是在说大姐姐打人的事吗？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？小孩子家的，掺和什么大人的事？母亲，回你自己的院子去。从明日起，天不亮便起床练功。明天就开始，还不快去！神母，叔父交代的事可不能耽搁。你爹娘去世的早，只留下你们姐妹2人，更该彼此和睦。不管有什么缘由，你刚回京便对亲妹妹动手，终究不妥。当初我便说，好好的女孩子去什么漠北戍关，如今倒真变得野性难驯了。祖母，姐姐在漠北受苦，心里有气，拿我发泄也是应该的。祖母真是这样看墨婉的？墨婉自幼离京，漠北戍关清苦，可叔父、堂弟和墨婉没有一日不惦念家中。每逢佳节，我们3人都朝南跪拜，只求家中顺累，祖母身体安康。听说终于可以回京与家人团聚，墨婉高兴的3个晚上没有睡着。漠北的特产装了几车，只想着能哄温太君和家人高兴，没想到才刚进门，便惹温太君不快。叔父若是知道了，定要责罚墨婉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跪便跪下了？快起来！祖母没有怪你，只是随口叮嘱一句。祖母知道你们都是孝顺的，你别多心，快站起来。祖母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长姐今日刚刚归来，你便消停些吧。大小姐果然是个有主意的，没想到阮望舒今日竟在你手里吃了哑巴亏。她是我的亲妹妹，她是什么性子，我自然清楚。
这些年他没少给神母添堵吧？他平日在祖母面前乖巧得很。我一个做神母的，也不好插手你们大房的事。如今你回来了，你自己的妹妹便由你自己管教，我也省心了。不过你如今在皇城的名声实在不算好。神母是担心我的婚事。听说你这次奉旨回京是要嫁给安陆国公府的谢家二郎谢知炫，我只怕谢家听信外面的传言，婚事再生出什么岔子。这是陛下赐婚，安陆国公府便是对我不满，也不敢抗旨不娶。这样最好，你的名声变成如今这样，并非温家不管，只是那些话传得隐秘，等我们听见风声时，早已压不住了。莫婉不怪神母，也不怪温太君，我只恨造谣之人不知分寸，他毁我名声事小，连累整个温家才是大事。怎么会连累整个温家？外人听说温家长女心胸狭窄，嫉贤妒能，还动辄欺辱手足，会如何议论？他们不会只骂我一人，只会说镇北温府门风不正，长辈教导无方。大堂弟温杰如今也到了说亲的年纪，他一身本事，相貌出众，可这些年登门说亲的人却不多。你是说杰儿的婚事也受了影响？神母难道没有想过，条件相当的人家为何迟迟不肯登门？这个小蹄子，他竟敢拿温家的名声给自己垫脚！神母这是要去哪里？我先去敲打他一番，省得他日后继续在外面胡说。刀子没有落在自己身上时，谁都能站在旁边看热闹。这位小姐看着眼生，请问贵府是？我是镇北温府长女温婉，刚从漠北戍关返京。她就是温家大小姐温墨婉。回府当日当众长雅亲妹的那位。景韶长公主怎么会请这样不知礼数的人赴宴？很好，看来那日的事已经传遍皇城了。姑娘，这边请。望叔，我找你许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就是温墨婉，有我们在，你休想再欺负望叔。这位姑娘认识我？不认识。你亲眼见过我欺负望叔？没有，但全城都传你回京那日当众掌雅她。她是我的亲妹妹，你可知我为何不顾体面动手？我不知道，但定然是你性情刁蛮。姑娘既不了解我，也不知事情实情，为何能直接断定全是我的过错？我本以为皇城人人都能明辨是非，今日才知道，大家竟全都偏听偏信。莫非他当众动手，另有隐情？本宫倒是想听听温大姑娘究竟有什么苦衷。臣女见过景少长公主，见过陆夫人。待两个孩子长大，便由温家嫡长女嫁给谢家嫡长子谢时优。两家婚约不变，只是成婚人选改为谢家二郎谢之硕。谢家尚可，此事暂且如此。姐姐自小便容不下我，抢我的衣服使事，一言不合还会动手。婚事暂且不必再提。命镇北温府长女温墨婉奉旨回京，与安陆国公府二公子谢之虚完婚。谢家不愿让家业继承人娶一个失去父母没有依靠的孤女，如今圣旨已下，他们不敢抗旨，心中却依旧不愿。沈大姑娘方才说众人对你有所误解，臣女初次前来，无人引路，入院以后，众人又对臣女避之不及，臣女实在不知自己究竟在何处得罪了诸位。你是在怪本宫待客不周？臣女不敢，臣女久居边关，不懂皇城中的规矩，只是今日想借长公主尊前一问，诸位为何如此厌议臣女，也好让臣女自行改过。诸位尽管直说，免得最后反倒让本宫落下一个怠慢宾客的罪名。听闻温大姑娘幼时常常欺负弟妹，此事可是真的？我欺负了哪位弟妹？姑娘不妨说得清楚些。有人说你寒冬腊月将堂弟推进冰水，还时常殴打望叔。姑娘说的可是望叔4岁那年用香火点燃堂弟温僧棉衣之事。当时四下无人，棉衣已经烧了起来，我是眼看便要伤到孩子，情急之下，我只能先将温硕放进水缸灭火，之后才教训了望叔。祖母、神母与温府下人全都知晓此事，当年父亲还罚望叔跪过祠堂。原来不是他故意将孩子推进冰水，这和外面传的可完全不同。那你当众打翻望叔送给表姐的杏仁羹，还抢走她的首饰，又该如何解释？表姐天生尽食杏仁，望叔明明知道，却仍将杏仁羹送到他面前，
舅母因此震怒，是我替望叔求情，又将母亲留给我的金项圈送给表姐，才将此事平息。从始至终，我没有动过望叔半件手势。诸位若不信，大可去舅府求证。可你就是经常打我，我只是想去见娘亲，你却处处拦着我，还说要把我送给拐子。那时娘亲卧病静养，你整日在门外哭闹，惊扰病人，难道也是假的？我先拿糖果哄你，你不肯听劝，仍旧大哭大闹，我才说要将你送给拐子吓唬。当时在场的人不少，谁会不记得？我原以为姐妹应当同心，没想到她却处处在外鞭炮我。这个长姐实在难做。既然先前那些传闻都有内情，你回京那日当街掌果亲妹，也是众人亲眼所见，难道这件事也有什么误会不成？看来这位未来婆母并不想让我挽回名声，这毕竟是温家的家务事，臣女不能当众说。总之那日确实是臣女鲁莽。妹妹，那2巴掌是姐姐失了分寸，在这里给你赔你不是了。一句鲁莽便能当街掌果亲妹，真是闻所未闻。若皇城闺秀都像你这般行事，岂不是乱了规矩？夫人说的是，都是莫婉不对。莫婉不仅要向妹妹赔罪，回府之后还会亲自向温太君请罚。他方才解释旧事时，可没有这么吞吞吐吐。难不成又是温二姑娘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？不是，姐姐她根本就是……好了，今日是本宫的亲无别见雅集，又不是三司堂审，温家的家务事便不要再揪着不放了。罢了，是我白白替人操心。走吧，咱们吃茶去。姑娘第一次来清无别院吧？宴席设在前面的水榭，我带你过去。多谢姑娘。你那日长雅望叔真的另有苦衷，此处没有旁人，你悄悄告诉我们，我们绝不会外传。哪有什么苦衷？他惹了我，我自然要打，只是眼下一时想不到合适的借口罢了。你今日这仗打得不错，本宫原本还担心你顶着那样的名声回京，要如何在皇城立足。还要多谢长公主助臣女一臂之力，若非殿下当众开口，臣女也没有机会为自己澄清。本宫设下这场雅剧，本就是为了让你在人前露面。5年前，本宫选中你，让温征锋带你前往军中历练，为的便是今日。你这次名为奉旨回京完婚，实际上是温征锋将你送回本宫身边。叔父已经交代过，臣女回京以后，一切听从殿下吩咐。今日除了替你澄清，本宫也想亲眼看看，你这些年究竟学到了多少。若连阮望舒散播的几句流言都应付不了，你便无法在皇城立足，更没有资格替本宫做事。本宫的眼光果然不错，你没有让本宫失望，只是你那位未来婆母好像对你十分不满。燕氏不满意臣女，臣女也未必想高攀安陆国公府。谁说女子这一生只能嫁人？臣女只盼有朝一日，殿下能封臣女一个一官半职，到那时，谁还稀罕做谢家的儿媳？记住你今日说过的话，臣女绝不会忘。沈大姑娘，请留步。莫不是谢知真？我们素未谋面，沈大姑娘认识我。你和你兄长谢十一长得很像。你和我兄长很熟。你若想娶我，就先打赢我。谁说我打不过你？今日便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莫婉妹妹，我认输，快松手！莫婉妹妹，你尝尝这个。果然是一物降一物，他们从小便这样亲近，何该是一段天定姻缘？当初两家定下的，本就是莫婉与知硕的婚事。不太熟，幼时见过几面，恰好记住了。公子特意等我，有何见教？若是商议大婚，找我神族古轩与温府管家便是。我对这些俗物并不熟悉。大姑娘倒是自负得很，就这样笃定我会娶你？不然呢？难道你想抗旨不成？你别忘了我的身份，就凭你如今的名声，我母亲只需进宫求一求孝皇后姑母，这桩婚约立刻便可作败。方才我也在清无别院赴宴，你在众人面前的一举一动，我全都看见了。你伶牙俐齿，颠倒黑白，骗得过旁人，却骗不过我。安陆国公府绝不会娶一个德行有亏的女子。我原先竟不知道安陆国公府有这样大的伎俩。陛下亲下的谕旨，谢家想改便能改。方才所言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谢家长辈的意思？又或者是孝燕皇后娘娘的意思？你少冤枉人！我何时说过皇后娘娘要更改圣旨？方才说只要燕夫人进宫求见皇后，婚约立刻便可作败的人，不正是你？温家谨守与安陆国公府的约定，
更敢辜负圣恩。叔父温贞厚正因如此，才遣我从漠北千里回京完婚。可我刚刚回京，谢家便派你前来羞辱我，逼我主动退婚。你不去御前说明白，我也会进宫告御状，请陛下评一评这个道理。温墨婉，是谁给你取的名字？你哪里输了？分明就是个浑身长刺的刺头！我绝不会娶你这样的女子。我的名字自然是爹娘取的。是他先越线，说的人不是我。大小姐说的没错，是他先越线。这孩子只服道理，从来不肯向规矩低头。他又继承了温家的习武天赋，小小年纪便天不怕地不怕，将来怕是要吃亏。以后便叫木婉吧。为什么要改名字？爹娘盼你平安顺累，也盼你能收些脾气，乖巧如顺一些。轻轻地拥抱着我，不是鲜艳，而缘分却太浅。见惯世情冷暖，我早已学会察言观色，收敛锋芒。跟规矩硬碰，只会自损800，能用规矩打败规矩，才是真本事。陛下命你立刻回京完婚，不只是为了履行旧日婚约。陛下放心不下叔父手中的漠北兵权，陛下知道叔父待我如亲女，也知道漠北军中不少父亲当年的旧部。他要借这桩婚事，将温家和安陆国公府绑在一起，逼我们日后只能支持袁楚军。若我们稍有异议，陛下便会对温家起疑。可你若真与谢家结亲，景少长公主那边也难免有所顾虑。不必由我们出手，谢家自会想办法取消婚事。未必，谢家若还有明事理的人，此事便不会如此简单。叔父的担忧果然没有错，谢家明事理的人很快便来了。我弟弟年轻鲁莽，昨日对温大姑娘落了许多不得体的话，还望温家能够原谅。昨日是我胡说的，希望温大姑娘不要往心里去。这如何使得？年轻人拌几句嘴是常事，哪里值得二位一同登门？你们放心，莫婉不会往心里去的。昨日受辱的是温大姑娘，还是请她亲自出来，让支说当面赔罪。只有温大姑娘亲口说原谅，此事才算过去。叔在外散播这些话，毁掉的不只是莫婉一人的名声，外人只会说温家门风不正，介儿、松儿以及整个温家的婚事和前程都会受到连累。日后不许再在外面胡说，若再有一次，绝不轻饶。王叔知道错了。去请大小姐过来，就说谢家2位公子正在等她。是。大姐姐，我的腿快断了，能不能歇一会儿？腰挺直，膝盖不许晃。大小姐，谢家大公子谢世优和二公子谢知州来了，温太君请您去正厅。大姐姐，谢家人都等着呢，你快去吧。先继续扎马步，我去就回。还要继续啊！再抱怨一句，今日加练1个时辰。这样蛮横专制的女子，怎么能做我的妻子？谢知州，慎言，别忘了你今日是来做什么的。你根本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女子，不要妄自揣测。我今日带弟弟登门，是为昨日的事向你赔罪。原来谢二公子还是个孩子，不但可以童言无忌，闯了祸还要兄长带着登门道歉。你怎敢如此无礼！昨日明明是你无礼在先，还不赶紧道歉？难道非放挨一顿打才肯消停？都过去多少年了，我难道还会动不动便打人？你这样说，岂不是又给外面的传言添了口实？外面那些关于你的传言，我一概不信。我了解你，你从小虽性情直率，却从不会无缘无故欺负别人。知硕年轻无障，才会说出昨日那些话。他已经知道错了，谢家今日也是真心前来赔罪。这么说，谢二公子已经想通了，不准备再去孝燕皇后娘娘面前告状，请陛下撤回赐婚旨意了。谢家哪里有那样大的颜面？昨日那些话若传到皇后娘娘耳中，知说必定会受到严厉训斥。谢家与温家的婚事是陛下亲赐，早已板上钉钉。安陆国公府
敌不会做出抗旨悔婚之事。如此便好。兄长为何这样怕温木婉？你不知道，当年本就是谢家负了他。兄长，你不会直到现在还……别胡说！她如今是你的未婚妻，这样的话若传出去，只会毁了她的清誉。那兄长为何处处维护她？不过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，我比旁人更了解她罢了。谢世英，没想到你还存着这样的心思。大小姐，二小姐刚刚命人套了马车，已经出府了。跟上去。是。二小姐从观云塔后门进去了，小的没有跟进去。不过前门停着谢家的马车，要不要小的再回去打探？不必管了。不管？一会儿自然会有消息送回来。观云站本就是长公主收集情报之处，公主已经将它交给我打理，他们偏偏选在那里见面，倒省了我不少力气。姐姐，望熙今日是来给你赔不是的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说吧，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姐姐难道再也不肯相信我了吗？爹娘去世的早，姐姐从小对我又太过严厉，我那时年纪小，才会心生怨恨。温太君和古轩神母已经劝过我了。他们劝了你什么？姐姐迟早会嫁进安陆国公府，成为皇亲国戚，有姐姐撑腰，我的身价也会跟着水涨船高，将来自然能许一门好亲事。若姐姐名声不好，也一定会带累我。我这才知道自己以前做了多少蠢事，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吗？他原来什么都明白，却仍然选择损人害己。你若真能想明白，以后不再做蠢事，自然是好事。只要姐姐肯不计前嫌，要妹妹做什么都行。姐姐久居漠北，身边也没有多少像样的首饰。早年娘亲留给我一只赤蕊鎏金钗，我从未戴过，今日便借花献佛，送给姐姐赔罪。这只赤蕊鎏金钗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是娘亲当年从库房里寻出来的，娘亲说留着也无用，便给了我。只是这只钗太过贵重，我一直没有舍得戴。姐姐觉得它有什么不妥吗？这是送给莫婉妹妹的，劳烦夫人替她收好。这些东西全部另放，不要再与莫婉的物品混在一起。谢世熙已经另娶傅云薇，请家中将他从前送来的东西全部退回谢家。妹妹既然如此诚心，这只钗我便留下了。姐姐肯收下，妹妹便放心了。妹妹该死，没有将金钗妥善保管。昨日回去以后，我才发现这几颗宝石掉在了匣子底下。无妨，找一家手艺好的首饰铺子，将宝石重新镶回去便是。单看着雕花和镶嵌的手艺，便知它不是寻常首饰铺子打造的。若随意找一家修补，只怕反而糟蹋了好东西。我离京太久，哪里知道皇城局哪家首饰铺子手艺好？不如望叔替我推荐一家。我倒真知道一家卓琼坊，那是皇城中的老字号，信誉和口碑都好，许多高门夫人小姐都在那里定制首饰。姐姐不妨去那里试试。好，那便去卓琼坊。我对皇城街道不熟，倒是还要劳烦妹妹陪我同去。姐姐第一次去，妹妹自然应该陪着。花心掉了几颗宝石，劳烦重新镶好。温大姑娘放心，小的先请师傅查看，修补还需些时间，请温大姑娘先到里面稍后。姐姐先进去吧，我还想在外面看看首饰。谢时虚，莫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为何会来这里？我和望叔过来修补首饰。知修让我陪他过来挑选几件首饰，准备用作聘礼。谢知修、阮望叔，未免太巧了。大爷，夫人来了。傅云妙，正是夫人，她已经进了卓琼坊。她怎么会来这里？自然是有人特意将她引来的，不出去看看？夫人，这间房里是其他客人，您不能。你们与知寿有婚约的，不是温家长女吗？嫂嫂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兄长呢？谢知收，你做了什么？夫君，你真的在这里？我在这里又如何？倒是你，为何会带着这么多人闯进来？我只是听人说。还嫌这里不够乱，赶紧回府。可兄长，
温大姑娘呢？什么温大姑娘？我看你是昏了头！你怎么会与温二姑娘孤男寡女待在一间房中？兄长别误会，我一直好好坐在这里，是他突然闯进来的。我与他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做。是有人带我进错了房，我正要出去。温二姑娘怎么会与谢二公子单独待在一起？房中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，这成何体统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是陪姐姐一起来的。未出阁的姑娘与自己未来姐夫私下见面，谁知道是为了什么？你们还记不记得大姑娘回府那日，当街掌打阮望舒，后来燕夫人当众追问原因，大姑娘却闭口不谈，只把过错全揽到自己身上。难道大姑娘那时便发现了他们之间不清不楚？难怪她宁肯被人误会，也不肯当众说出缘由。大姑娘是为了妹妹和温家的名声才忍辱负重，没想到这两人竟如此不知廉耻，连赐婚都不放在眼里。我没有，你们都误会了。今日明明是温沐月想要私会谢时宴，他故意让我陪他来卓琼坊，就是为了掩人耳目。他一直珍藏着谢十一当年送给他的信物。你们若是不信，便让掌柜把他刚才送来修补的首饰拿出来。请掌柜将温大小姐刚才交付的首饰拿出来。快把温大小姐送来修补的首饰取来。你们看，就是这只赤蕊鎏金钗，她一直偷偷珍藏到现在。你说的信物就是这个？正是。这样贵重中精美金钗，难道还不能证明？安陆公府每逢年节都会打造一批寓意吉祥的首饰赏人。这种赤蕊鎏金钗，谢家库房里不知放了多少。这支钗当年确实送去过温府，却不是定情信物，只是让我拿去给墨婉赏人的寻常物件。小的原本正要向两位姑娘说明，花心里镶嵌的并非红宝石，只是染红的琉璃，钗身也不是纯金，只在铜胎外面留了一层金。用谢家赏人的普通钗质当做谢大公子的定情信物？谢大公子便是送信物，也不会拿这种东西敷衍温大姑娘吧？原来你执意让我陪你来修首饰，竟是为了替你们打掩护。他故意用假信物诬陷亲姐姐与大公子私会，是想转移众人的视线，自己私会未来姐夫，还设计亲姐姐替他背下污名，实在恶毒。不是，你们不要相信温墨婉胡说，明明是他让我陪着来的，他刚才还与谢十一单独待在待客厅里。你才在胡说！刚才我们进卓琼坊时，明明看见温大姑娘在门外的小吃摊买东西，我也看见了，她一直站在大门外。温墨阳恳请诸位，今日之事不要外传。我随后便会进宫求见陛下，请陛下将赐婚旨意上的名字改成阮望舒。如此一来，今日之事便不是望舒与谢之川私相授得，墨婉在这里替温家，也替死去的父亲温业、母亲楚四谢过诸位。为了胞妹和温家的名声，她竟愿意把自己的婚事都让出去。大姑娘处处维护妹妹，阮望舒却一次次陷害她，简直不知好歹。原来是你算计了小爷！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说能替我摆脱温墨婉，其实是想毁掉她的名声，自己李代袍装嫁进谢家。呸！你做梦！小爷便是冒着被陛下责罚，也绝不会顺了你的心思。大姑娘，皇后娘娘请您过去一趟。臣女拜见皇后娘娘。木婉，你放心，安陆国公府二夫人的门份只能是你的。谢之寿昨日已经进宫了，他赌照发誓与阮望舒没有一点私情。卓琼坊那天发生的事情全是误。卓群坊事发后的第2日，谢之树便进宫找了笑靥皇后，为了证明自己是被阮望舒算计的，他把两人之前如何筹谋陷害你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。笑颜皇后气得险些昏过去，当场狠狠扇了他2个耳光。娘娘，那臣女的妹妹阮望舒怎么办？昨日那么人都看见她与谢之胄共处一室，若谢家什么都不做，岂不是要置臣女的妹妹于死地？镇北温府的名声也会因此毁掉。若是你愿意，谢之说可以给你妹妹一个名分。什么？娘娘，臣女不愿意。臣女的父亲温倔与母亲楚四虽然已经不在，可镇北温府还有叔父温真轰，温家在军中也有多年积下的威望，让镇北温府2位嫡小姐一同嫁给谢之胄，一人为妻，一人为妾，谢家未免欺人太甚。可你与谢之炫的赐婚不能更改。若谢家一意孤行，非要臣女嫁给谢之胄，那这便不是结亲，而是结仇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安陆国公府大公子谢时优求见。木婉，你不必担心，
我不会让你受这样的羞辱。我已经同皇后娘娘说过，让她想办法取消这门婚事。你们肯为我这样做？谢家已经负过你一次，不能再对不起你。我二弟谢知轩那样的人，配不上你。我知道，以你的脾气，定然受不了这样的羞辱。你放心，我会说服爹娘，让他们想办法解除婚约。只怕婚约一旦取消，会误了你一生。若我说不必嫁给谢之琛，我反而松了一口气，你信吗？尤其再次见到你以后，我更加确定谢之硕不是我的良人，他不过是容貌与你有几分相似罢了。莫婉，慎言，我已经有家室了，傅云妙才是我的妻子。我知道，我又不会做什么，难道只是想一想也不可以吗？阮望舒说我一直珍藏着你送的东西，其实也不算完全诋毁，只是他不知道真正被我留下的信物是这块玉。你还留着它？从我7岁时你将它送给我，我便一直留到了现在。莫婉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我明白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只能怪造化弄人。我这便回谢家，说服爹娘想办法取消婚约。安陆国公府上奏，谢家二公子谢之臭突发恶疾，病势凶险，恐怕性命难保。谢家不愿耽误大姑娘终身，恳请陛下收回赐婚。派太医前去诊治。二公子病势沉重，情况确实不大好。臣等所诊结果相同。既然太医都如此回报，继续维持婚约，只会耽误温家姑娘的终生。谢家二公子身患重病，原定婚事就此作败。我不知道谢世英究竟用了什么办法，竟让谢家愿意壮士断姻。圣旨刚撤，谢家便将谢之舟送回乡下老家静养。无论他的病是真是假，今后都不能再轻易露面，否则便有欺君之嫌。谢之玄的前途算是彻底毁了。谢家已经拿出了诚意，接下来便该温家处置阮望舒了。阮望舒未出阁便与外男共处一室，又设计陷害清洁，已经令温家颜面尽失。如今只有2条路，要么白绫毒酒，保全温家最后一点颜面；要么送去望尘庵，从此青灯古佛，不得再回皇城。温太君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，也不想去望尘庵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去谢家替我说情，我愿意嫁给谢之做，哪怕做妾也可以。谢家宁肯牺牲谢之的前途，也不肯娶你进门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吗？你在动了害人心思的那一刻，就该想到今日的结果。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救我一次。若他的算计成功，今日跪在地上求人活命的，便该是我。送他去望尘庵，剃去头发，从此在庵中做姑子。没有温家允许，永远不得回来。温太君，姐姐，我不要去望尘庵！姐姐救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！当初燕氏在青屋别院盛气凌人，当众质问温墨月不知礼数，结果却是他自己的儿子谢之虚与阮望舒纠缠不清，还有脸指责别人。能教出这样的儿子，燕氏的品德和家教也未必有多好。燕氏高高在上多年，从未受过这样的嘲笑。小儿子前途尽毁，自己又成了皇城笑柄，他这一病，许久未能下床。近日天气转凉，你从漠北回来不久，可还适应皇城的气候？比起漠海风雪，皇城已经算得上暖和。我们从未做过越矩之事，却成了彼此最信任的人。将信送去漠北，交给叔父。是。我暗中调动父亲留下的边关旧部，数次束住元贞储君。谢时修也因此越发受到孝严皇后和元贞储君重用。大公子，府中这些事务还请您定夺。如今安陆国公府的大小事务几乎都由他做主。莫婉，你不必为我做这些，我与你相交，并非贪图温家的助力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待元贞储叔登基，定会记得温家的功劳。届时，我一定替你求一门上好的婚事。我并不想嫁人。傻姑娘，又在说气话。这2年求娶你的人不少，你当真一个都没有看中？我早已说过，我不想嫁人。此事仍由你与温征峰峰配合处置。臣女明白，我与叔父联手，替元贞储君除去了数位势均力敌的皇子，其中最后一位便是赵玉琪。皇上年岁渐长，元贞储君的储位也越发稳固。
今日论功行赏，为何没有叔父温征锋的封赏？我已经在乡野替你治下了一处宅院。什么意思？过些日子我会派人送你过去，你在那里安居，余生衣食无忧。你打算将我藏起来，做你的外室？莫婉，你明知道我已经有妻子傅云喵，我绝无休妻娶你的可能。既然你不愿婚配，我能给你的只有一处安稳居所。我也会在元真储君面前保你性命无忧。谢师兄，你意欲何为？莫婉，别挣扎了。我知道你功夫好，所以每次与你喝茶，我都会在茶里动些手脚。你如今内力已经失了大半，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安分一些，我不会伤你。你的内力，若不是你露出这副虚伪嘴脸，我本不想伤你。谢时优意图谋逆，欲杀人灭口。寻芳司为何会在这里？拿下！在见谢时优之前，我便已经向巡防司递交密报，揭发他私藏大量谋逆证物。皇上年迈多疑，元真储君借庆功宴大肆拉拢朝臣，显露夺权之心的密折，也早已送入宫中。封锁储君府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。是。御林军搜查谢家，果然找出了大量勾结朝臣、构陷皇子、谋夺皇权的证据，其中一半是我事先安置在谢时优书房里的。将元真储君打入天牢，严加审讯。遵旨。奉陛下旨意，元真储君涉嫌勾结朝臣、构陷皇子、谋夺皇权，即刻押入天牢，严加审讯。谋逆？孤何时谋逆了？放肆！孤是储君，是谁在父皇面前构陷孤？温莫完，从头到尾你都在利用我。若你从未算计我，又何来利用一说？你是什么时候看穿我的？当年你带着谢之舟登门向我道歉的那一日。原来从一开始，你与谢之旭离开温府后所说的那些话，都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你知道我会跟在你们身后，便借着维护我的名义试探我的心意。卓琼坊那日，你明知事情有异，却还是依约前往。你盼着我与谢之舟的婚约毁掉，往后只能依附于你，是吗？谢之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根本担不起联姻重任。皇上将温家的助力放到他身上，本就是白白浪费。所以你设计毁掉婚约，让我对你感恩戴德，再借着我对你的情谊，调动温家边关旧部，死心塌地替元真储君做事。我终究还是小看了你，到头来我才是你手中的棋子。这些年，你们借元真储君之手扫兵朝中障碍，景少长公主也借此机会将自己的人安插到朝堂各处，待其他皇子尽数失势，朝中权力看似落入元真储君手中，实际早已被长公主的人掌控。就连储君身边也并不长公主的眼线。庆功宴上，他说过哪些狂悖之言，拉拢过哪些朝臣，都一字不差地送到了皇上面前。可笑我还以为胜券在握，甚至想着替你置办一处宅院，将你养在外面。你始终认定女子无论多有本事，最终都只能依附男子而活。正是这份执念，让你以为只要拿捏住我的感情，便能永远控制我。温莫婉，女子再聪慧，也只能依附权贵。元真储君眼看便要登上皇位，你为何不肯真心辅佐他？你早晚会知道。皇兄宁可将皇位传给志涵，也不愿考虑我。荒唐！你是女子，如何承继皇位？如今数位皇子或死或废，皇兄又打算将皇位传给谁？朕可以从宗室中过荐幼子，立为皇嗣。所以皇兄宁可将江山交给一个尚未长成的孩子，也不肯考虑本宫。景少，你放肆！来人！就算朕肯下旨，百官与万民也绝不会承认一个女帝。请诸位大人入殿。臣等恭请景少公继大统，登基献元。百姓所求的是能够安定天下的明君，能否治理江山，与男女又有何干？原来是姑母。温莫叶，不必依附任何男子，我一样可以身居高位，这便是我为自己所求的前程。特
特意留下他们2人的性命，便是为了让你亲眼得偿所愿。臣心胸狭隘，非要当着他们的面一吐这些年的面气。出了这口气，才能安心替朕理政。往后朝中诸事，还要以重人爱卿。臣定当鞠躬尽瘁，不负圣恩。前朝祸患已清，新朝诸事不可耽搁。臣遵旨。叔叔，欢迎回家。总算一家团聚了。准备马车，派人去望尘庵接2小姐回来。大小姐要接2小姐回府，将女子送入庵中，便让她一生背负污名。这样的规矩我不认。她本性顽劣，留在我身边亲自约束，比困在庵中更合适。是。往后你便住在这里，每日抄录典籍，协助管事打理内院杂务。望叔明白。只要安分守己，温家自然保你衣食无忧。若再动歪心思，便按家法处置。望幸不敢。臣请准许女子入学习武，并经考核入朝为官。准。昔日满城流言，朝堂纷争，如今都已化作过往云烟。我从未依靠婚约攀附权贵，也不曾依附任何男子。我凭自己的胆识与筹谋，挣得权柄与安稳，这便是我穷尽一生所求的圆满归宿。